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我们为期3周的关于这个对 Vincent 的这样一个采访，今天来到最后一期。那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话，前2期相当精彩，千万不要错过。那 Vincent 现在是 Newsbreak 的 COO，那么之前呢，他曾经是哈佛邮报和雅虎新闻的 COO。那作为就是非常少见的中国人能够突破我们所谓的竹子天花板，板部 ceiling，然后在美国公司做到C level 就最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那我觉得这个 Vincent 的经验，至少我本人也是受益匪浅。那作为这次采访的最后一期呢，首先呢，我想问问看，就是因为你到了 C 级别之后，你的视野会跟下面人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会有机会接触到董事会这样一个层面吗？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一直都有的，一直都有跟董事会这种 board 的接触。嗯简单来说呢，跟董事会的接触呢，也没有可能没有跟外界想的那么神秘啊，或者其实董事会也是人嘛，对吧？大家都是人。其实也是谈业务，也谈公司策略，也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董事会有时候的那个嗯接触，或者我们跟董事会汇报的时候的，嗯可能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简单一些。因哦为这么说吧，董事会呢，很多时候有很多非执行董事，当然有公司的这个主要股东啊。有时候这个大部分情况下，董事会的 CEO 这个公司 CEO 也在董事会里面会做汇报，但也有很多时候公司董事会有很多 non-executive 这个 member， 对吧？我们以前在 AOL 的时候会有请或者 Verizon 的时候会请那个一些体育明星啊，或者说一些跨行业的来参加董事会。我觉得我见过的董事会有2种啊，一种就是会更多是一个 advisory board， 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跨行的各种的其他的行业的杰出人士过来。看一下，比如一般是1个季度1次，甚至有些公司可能是更长时间一次，就是有一个 review。然后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会要精心准备的，就是说把公司的长远策略，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做好一些汇报。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你要用一种怎么样，作为公司的运营者，你要怎么把公司的业务，因为怎么说呢，你运营一个公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内部的很复杂的东西呢，只有你自己知道，或者说你很难去讲的一件一件讲的很清楚的。这个是怎么把这些复杂东西抽象的一些简单的。哪怕这些董事会成员对你的业务都不是很了解，他就是或者说就是一个用户，或者就是一个普通人，你怎么把这个？但是他又是很聪明的人，他就是可能是那个行业的杰出人士，怎么把它抽象成一些关键的、logical 的一些东西，然后跟他讨论这个事情？我觉得董事会这是一种，我觉得是关键的，因为他也可能很 tough 那些人的问题，因为他尽管他对你公司业务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会问你从他的 business sense， 他们可能是成功运营过很多其他公司的人，他会去 challenge 你这个决策，但是他不是从内行的这个角度，他从外行的角度来 challenge 你。有时候说服外行反而是更困难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内行知道的东西，你要去讲那个故事，有时候不容易那么讲，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董事会我见过也有呢，就是他实际上非常 deeply 的参与到公司运营，或者甚至是有董事会，就是说那个 CEO 可能是职业经理人，就是 hire 过来，这董事这个 chairman 拿过来运营的公司，那 CEO 本身并不是创始人，或者并不是说在公司里面多大股份，那这个时候董事会往往就会非常的每个月开次会，或者参与到非常详细的业务决策，甚至有时候告诉你怎么做，实际上就是董事会在一起的运营一个公司。对，那这种其实董事会就比较痛苦，也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因为为什么呢？有很多具体运营上的策略啊，不是战略啊，就是真正具体的 decision 的时候，只有 CEO 或者只有运营团队才明白里面的很多。但是如果董事又特别想你们，比如说这个月我跟你开会，你下个月把 program 拿过来给我show，那这种情况因为董事会说句实话，他有罢免 CEO 的这个权利嘛，所以 CEO 的压力会非常大。是的 ，CEO 压力非常大，他往往这种情况下，这个 NBA 里面叫过 agents problem 嘛，就是他所做的决策不一定是说，这个不是我经历的公司，但我参与过这样一些董事会的会议啊，就是说，这个 CEO 往往做的决策不一定是对公司长远的发展是有利的，他往往是为了应对这个董事会的压力做的一些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个人是有点 bias， 就觉得董事会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董事会呢，往往公司会有一些短期的，可能短期上会有一些好不错的，但是任何公司你只关注在短期的事情上，长期你就有问题了，对吧？所以我是个人是觉得这样一些经历 share 给大家一下。董事会总的来说，我觉得不应该成为一个不应该参与公司，还是应该给多一些权利给这个 CEO 去运营一个公司，这是我自己个人观察。明白。其实你刚才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董事会它实际上是可以罢免 CEO 的。所以对于所有想成为像你一样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我觉得很多人他到最终的时候都一定要去学习怎么去管理董事会，就怎么向上管理。而这个能力呢，我相信在一般的职业生涯里面其实是很难获得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管理职业老板，对吧？就是你是跟你天天在一起运营的人，但是现在而且董事会的人技术力比较低，他们可能不一定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不是专业做这事儿的。对，他不是天天跟你在一起运营的，但是呢，他对你呢又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对你职业生涯呀等等影响力。那怎么能够去提高自己对董事会这样级别的人的管理能力，就向上管理能力以及的这方面的 exposure 呢？
两点吧，一点就是说到底你还是要业绩说话嘛，就是说到底你把那个故事包装的多漂亮，story 套怎么好，这个你去 investor 或者说那个对外的时候可以做，真正董事会是你必须得都知道你公司说的。这个时候我认为我自己不是 CEO 啊，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强的 CEO 应该是说有适当时候要敢于跟董事会去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不能说董事会的就是说他 chairman 有权利罢免你，但是你的业绩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对吧？比如说如果真的很不幸，或者是有些董事会管得非常细，有些 micromanage 的情况下，一定要敢于对抗这种压力，然后知道自己，也就是我之前说过要有 vision， 要知道我比如说今年我的业务目标我要做成哪个事情，中间我尽管有压力，但是除非你这个董事会真的一点耐心都没有，你可能6个月就罢免我，这种我觉得也一般不会那么夸张啊，就是你1年时间1-2年时间总是要给这个 CEO， 就是你要自己知道你的业绩是怎么做出来的，对吧？当然中间有很多沟通。另外一个向上的 management 呢，我觉得站在这个我也只是观察，就是说我见过一些 CEO 对向上 management 做的比较好的是说不要试图去就还是要把这个核心要抓得住，就是说这个就是不要把一切事情都说把太多细节，就是把到开那个 board meeting 里面就是讲的太复杂那个东西，一旦讲复杂了。有越多复杂，你就给董事越多的这个机会给他问问题或者 challenge，你明白？因为董事会很多时候他是非执行董事，他自己也很忙，好不容易飞过来，就现在可能不飞了，以前都是要飞过来，对吧？开个会成本也很大，他来到他肯定要发表意见的呀，他不可能说坐在这里光听好，你们继续做，他不会这样，他肯定很多问题，对吧？不要试图，第一个要 be honest， 第一个你要把公司的事情要告诉他，但另外一个不要把所有的细节都参与到这个董事会的这个讨论上面去，一些运营的一些和细的数据啊，或者一些 tactics。就不是 strategy， 董事会还是总的来说要 focus 在 strategy， 要 focus 在比较 long term， 就是说做任何事情要很多董事会很多时候 conversation 是在人，就是人的任命，就是说你 CEO 之外，你的领导团队怎么样，要有你适当时候你要把那个 conversation 转移成说我给你汇报我的 progress， 造成我需要你的协助，因为很多时候董事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作为 CEO 或者我作为管理者，我要做事情的时候，我能做到的运营什么我搞好或者怎么做，你董事会能不能帮我们？就把问题多转移成说，现在任何公司都不可能说没有困难啊，一帆风顺的，都很多问题，对吧？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光靠公司内部有时候没法解决，或者公司本身运营没法解决，之后需要你董事会能不能帮忙，能不能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这个 conversation 就会变成说探讨公司一些新的 inorganic 的 growth 甚至有时候会导致到我们要不要收购一些公司或者跟一些公司合作这样一些 conversation， 我觉得也是个 upward management 的一个很好的技巧吧。就是说不要，因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肯定自己清楚，你把关键的东西给他沟通清楚了，也承认一些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好，每个人都会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好，对吧？然后把问题抛出来了，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样？然后说我们下一步需要做什么，现在有这个 option， 这些我觉得会把董事会的这个 conversation转移到更加 constructive 的这个方向，对公司更加长远来说，也一定是说，我见过一些 CEO 就是可能非常 detail oriented， 就是董事会去谈那种 tactics 的东西了，就是说怎么打这个竞争对手怎么甚至有时候讲到 pricing 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还是要做 strategy。明白。那我想最后问你关于你个人选择的问题就是你是一直想要做一个职业管理者嘛？就你以后可能会做 CEO 或者怎么样？你有没有考虑过创业呢？还是说你觉得就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大家都有一个选择是走职业管理的路线，还是说我自己去创业或者怎样？这里面的 pros and cons 不同的选择，你怎么样去分析这个问题呢？是。你说我没有考虑过创业，那肯定是假的，对吧？但是一个是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或者说 career 上一直都是在大公司，然后现在小公司，现在也是做运营这方面管理层，对吧？我觉得特别在 Newsweek 我学到了很多，从我的 CEO 我的 founding team 里面学到了很多。要创业其实我只是说代表我个人，我觉得创业绝对没有大部分同学们想的那么容易，就是你有很好产品很好 idea， 但是要创业要真正做成了，其实当中是九死一生，对吧？很多时候也是有很多运气在里面，就真的是运气，不确定性太高，没有什么不确定太高这一块，所以我很坦白，我目前并没有非常强烈的说计划一定要我自己做 CEO 自己创业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Newsweek 这个平台，我不是做广告，我的确觉得已经对我来说一个很好的平台，对我能够发挥，如果能把 Newsweek 做成了，比如说2年3年上市了，那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对吧？哪怕就是我能辅助我的 CEO 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是我当初加入 Newsweek 的时候一个 commitment， 对吧？我对他个人，我来这边就是要帮你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协助你做成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人的一生也是做成一个公司也是很了不起的。是的，是的。之后究竟我自己会不会去创业或者说自己做什么做投资这些我觉得。就跟我以前经历也是一样，我觉得很难去想得太长远。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可能因为创业，另外一个大家要考虑，创业是很辛苦的。创业的这个在创业在小公司，就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都是在一些很好的公司Google、Facebook、Amazon、LinkedIn 里面工作，对吧？
我不是说你们工作不辛苦，但是在创业公司、在小公司里面那种辛苦呢，是不同样的辛苦，就是你心里会非常心力交瘁，就是说你各种事情你 assume 你平时都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事情，你在创业公司里面都是没有的，你要自己去想的，对吧？对吧？就是说根本就是说你，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这一块一直想这样做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founder，我很尊敬他，就是他的就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他就很 enjoy 这个过程，他自己精力也非常旺盛，也很厉害，所以，但自己我觉得这一块是让大家可以加入一个创业公司，我觉得是可以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试，就加入有些同学，我觉得加入完，哎，这个可能很好经历，但是长远来说我不一定喜欢，我也可能回到大公司或者一些平台去继续也有些同学加入了创业公司之后，发现真的适合我，然后干得特别起劲，然后优点都能发挥出来，这个也有，我觉得是很难100%说创业公司一定比大公司好，大公司比创业公司好，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路径是最好的。这个对，不错，感谢你分析了这个东西的这种 pros and cons 来不同的，就是有好不好，有好有不好不同的选择。那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选择，就比如说创业的这种确定性、风险性，还有但是它本身也有它的优势的好处，但是呢，你做经理人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这个不足之处，这可以说是没有正确的选择。那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样的选择。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有点时间讲讲看点业务哈，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以及这个东西我也比较有兴趣。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叫谈起，我们要不就从 Newsbreak 谈起吧。就说 Newsbreak 现在的这种产品形式，你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以及分析一下为什么它在现在这个时代它取得了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呢？ Newsbreak 呢，其实是一个我们的正式说，我们是一个智能的本土的新闻平台，新闻跟资讯的平台啊。这个说的比较虚了。简单的说，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最核心的、最原始的那个技术手段，并没有特别说跟 Google News 或者 Flipboard 有非常 fundamental different。我们就我们不大喜欢人家叫我们叫 aggregator， 但的确我们开始是个 aggregation，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创建内容，我们是一个把这些新闻和资讯聚合起来的一个抓过来的一个平台。从这一点上，我们跟今日头条也是有点就接近的东西，但是我们走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路线，跟Flipboard 今日头条Smart News 包括我以前的公司雅虎 News 也是很不一样。我们的核心的聚焦点不在于头部的新闻跟头部的大的这些媒体，因为美国的市场你也知道，这个大媒体特多，而且媒体的品牌很强，对吧？所以我们走的是一个从我们后来公司前3年产品出来之后，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2018年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 pivot， 就是我们 focus 在本地新闻。就这么说吧，大家想象今天你真的是以前就是说以前大家看新闻，要不从报纸，要不从电视台，对吧？现在很多人看新闻都转移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或者说各种的聚合器上面去看这些大的全国性新闻，或者是娱乐新闻，或者是各种资讯。但是真正你说在本土 local 你身边的或者你的 city 你的 neighborhood 或者你的 region 你关心的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情的这个新闻平台呢，我不敢说绝对没有啊，就是我们做之前不能说绝对没有 ，Google、Facebook 其实都尝试过，但真正能够把它做成 scale， 然后真正能够做到很深 ，Newsbreak 是第一个第一个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是说我们真正的把内容挖掘做到了以用户所在的这个 location 为单位，或者你也可以选择 location， 不一定说你自己的 exact 的这个 location，这些长尾的内容，就是说很多的，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大的媒体、大的这些 video 的平台肯定占了主要的流量，这些长尾的本地的 newspaper、本地的电视台、本地的内容生产者，他们要获得内容的关注，就 discovery 这种内容 discovery 这一环，其实是一直很缺失的，也就是没有一个平台帮助他们真正的有效挖掘感兴趣这一块的用户。另外一块最关键的问题，这一块的需求在非常爆发性的增长，就是说用户越来越发现 ，OK， 我要获得全国性的新闻，我有很多选择，对吧？我喜欢 CNN， 我喜欢 Fox， 我喜欢从 Facebook 看，我喜欢从 email 上看，我喜欢就是看那个 push notification， 我也随不去，对吧？这个都有。但是真正用户在过去3年在找这个获得 things near me， 你可以去 Google 的 query 里面去看这个 near me 的这个 search query 的增长，应该都几百的增长。所以这一块我们应该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我们就是要做基于本地新闻的这个新闻的聚合。当然我们的核心团队有这个就是 product positioning 是一块，当然你要做出来是另外一块，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块。所以我们的为什么我加入之前这个产品其实本身做的已经很不错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把我们 founder 把我们 founding team 核心团队呢，其实很多是从雅虎Google 这些过来的，原来做搜索做这个内容获取的那一帮的高手，来把这个产品打磨出来的这样一个。所以那一块其实我们的技术上的核心就是说内容获取、内容爬取，然后怎么样通过算法，所以我们公司会是非常的算法的 heavy 就是很多的这个 data scientist 里面去做，不仅仅是 personalization， 其实关键是 local relevancy，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真正的 local 上对你的资讯，我们不是很追求说比如说时长这 time span 或者我们更追求这个内容本身对用户的价值有没有，是不是足够的 relevant， 是不是足够的稳定然后我来了之后，我还做了很多这些
内容的应该说怎么垂直的深挖了，就是原来我们更多是获取这些 publisher， 就是媒体的内容，我们现在甚至都会找到长尾的，有点像中国的自媒体这样找一些 local 的写手啊，包括一些学校啊、电视台警察局啊，跟他们做很多合作，甚至去跑到一些本地的这些forum 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挖掘这些内容，然后把它整合起来提供给用户。所以说比较长，就是说简单说，我们就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遇然后当然我们有公司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做事情非常追求这个，就是说不光是 strategy 要正确，而且 execution 要做到极致，就是 excellency。所以这一块我们把它的这个 efficiency 提到最好，所以就是结果就是我们的 growth 还是能够 pay off 的，能够看出来用户对我们的这个工作还是很认可的。明白，我大概就是总结一下，我刚听到就是这样，你们是做了一个爬虫，这个爬虫呢就是去爬本地的新闻，这个只爬本地。那么一开始可能是比较 general 爬一爬，现在你是爬到各种非常细的网站上，什么警察局啊、什么学校啊这些信息论坛呐。然后之后呢，比如我是在湾区的，你就给我看湾区的消息，然后呢，根据这个东西跟湾区的这个相关性，你给我做一个排序。可能你们还有一点点个性化，根据我喜欢的这个做一点个性化，然后每次我都能看我喜欢看的来湾区的这个消息，大概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也不光是爬虫，我们是爬虫加那个 BD，就是真正的内容人工，也有真正的一家谈的，我们也有 BD，他会给你供给你们对我很多的这些线下的工作区，因为这些内容其实本地新闻为什么我们分析出来为什么 Google、Facebook 或者大公司尝试做过也没有，最后没有做成，或者说没有放太多的资源下去，就这个工作本身不完全是技术能够最终解决的，它 local 内容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藏在很多地方，有时候甚至都在线下这一块的，但这些内容对用户是很有价值的。是的，怎么把这些内容挖掘出来呈现给用户，这一块是我们要完成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easily accessible 吧，我们 CEO 的 language 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创建内容，我们是要把这些难以找到的内容用一个很好的 discovery 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用户我这个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怎么做？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小自媒体，它怎么能把这个信息聚合到你平台上呢？如果不是我们是有自媒体平台，我们有自媒体平台，但我前来了1年多，我做了很多的这个BD 和这个应该说 marketing 或者说跟培育起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做了很多甚至是线下的 WeChat 然后做了有点像今日头条当年做这个头条号的时候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网络给 build 起来。这里面就涉及到比较多的艰难困苦的这个 BD 的工作了，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开拓市场的工作找内容生产者谈 deal 这些。本地的一些生产者，他们把他们的内容放到你们这个平台上来。对，这不仅仅是说别人你写好，你用爬虫抓过来，而是别人直接把内容生产到你上来。单爬虫也是一个方式，但现在更多我们重点发展是我们要培育真正的内容生产者，然后以我们这个平台来作为主要的发布平台。好，那你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说其他的这种媒体平台，我举个例子，以前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哈，但当时头条曾经出过一个叫 Top Buzz 的东西，对吧？在美国来做这个事情。是。那么你能不能 comment 一下，就其他的比如中国公司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他们的一些事情，就是好做的好，做的不好的地方，都哪些值得学习的？对，我第一个我不好评论 Top Buzz， 因为这个是人家的公司，这个我觉得我可以 general 谈一谈说，我觉得我们在做美国市场，或者有时候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嘛，我觉得最关键是你要理解这个所谓的接地气，要用美国就要用美国人的这个思维，或者美国人的团队，或者美国人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触觉来做这个运营，我觉得是最核心的一点。这个不仅仅是说一定你的团队就请多一些 local 的同事就这么简单。你也可以用我们讲中文的同事来运营，这个问题也可以。关键是你做事情的，要把这个接地气这一环要做得很极致，因为我们毕竟做媒体、做内容、做这一块的工作，其实是真正受众都是美国的一个个的用户，尤其像 Newsway， 我们用户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大城市吧，不完全是像硅谷或者纽约这样，我们这个其实不算硅谷，特别硅谷我们并没有特别着力去做，为什么？硅谷的这个受众比较特殊，它不代表这个很多时候不代表完全真经典的美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嘛，所以我们做这个真正要运营一个美国本土的产品的话，我的观点是说一定要走到美国人当中去，我们甚至都我自己都跑得很细，跑到这些我们中国人可能平时不怎么去的这些大农村，或者这个中西部或者说南部这些地方去。我突然觉得你去达特茅斯念书，突然有那么一点点好处了。现在你有这方面的相对生活经历，在那边就比较精英嘛，东北又是比较那种，就是你美国地理大家应该多少知道一点了，东北是比较教育也比较发达的嘛。我们很大量用户，当年那边我们也很不错用，我们很大用户是在那个南部就是东南部那一块，对吧？Alabama、North Carolina、Georgia 那些州，那州其实用户的各种习惯。他们想看的内容，他们接收内容的方式，其实都很多本土的事情。我觉得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说每个地方都跑，但是我觉得 Newsweek 做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真的是我们做的很接地气，然后去从用户去
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内容策略上会是非常的我们会经常自己 challenge 自己了，就是这些内容，因为其实我们做新闻 app 很关键一点就是内容嘛，就内容的这个判断这一块我们会做得非常非常的本土化，非常非常本土化。当然现在也还是开始，也没有说做到很极致，现在也还是在不断的努力当中。在这一块，我觉得其他产品他们各有各的策略，我们是唯一一家真的 focus 在 local news， 我们就是100% focus 在 local news 这一家，所以我们的决心是非常大。而且我们创业公司有一个好处，就比起大公司，就我们可以做很低调的事情啦，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甚至有个广告商或者有个媒体，他只有2个人，或者说一个广告主，他的 budget 只有300块，我们也愿意跟他去做沟通，把他们作为我们的试点。但这个可能在大公司你就很难做到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的创业公司的一些优势吧。其实说到这个，因为你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单词哈，就是叫内容策略 （content strategy）， 对吧？这块事情呢，因为我本人是做 PM， 我做产品战略做的比较多 ，product strategy 就是说我们做这个 feature 不做这个 feature， 这个是做个 APP 呢，还是做一个整合的一个网站的，这是产品的。但是内容侧面这个事，其实对于你们媒体行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对吧？这个事情就我也很有兴趣的就学习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们作为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个词叫媒体科技 media tech 类似这种公司，这个内容策略是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决策过程？怎么来决定？比如说你要 focus， 你要是就专做，比如说你是专做科技经常做本地做鬼畜，对吧？这动漫，对吧？这不同的长视频、短视频，这个内容策略一般怎么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这个就是很难用一个非常清楚的 framework 来讲。应该说媒体如果纯粹是媒体行业的内容策略了，说白了就是人，就是说主编、总编加上一堆的这些内容的这些应该说大部分是 journalist 或者说 producer 转过来，他就说我就告诉你这个内容会火，我就告诉你我就想做这个会有内容。这是传统的方式。这怎么知道呢？但是对，但是 thanks to 非常感谢这个 disruption 就是 Facebook 包括 Google 这个过去10年的 disruption， 现在媒体行业也经历一个重大变革，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反馈的渠道。因为以前比如说，如果他是 New York Times 或者 Washington Post 这么 prestigious， 他们就是我们要这样写，而且他们写的东西都很好，对吧？非常高大上，非常阳春白雪。但是大部分的不是这种 subscription model 的这个报纸，它或者说产品。他们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你还是要有人看，你还是要有流量，你还是要有 viewership， 你才能谈任何的 success， 对吧？那这个 disruption happen 的问题就是说，自从 Facebook 或者 Google 介入到这个媒体这个行业之后呢，很好的一点就是说，这些总编、主编、producer 们也接受了这个从数据反馈回来的信息。这里面就可能有比较 interesting 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里面长期会有个斗争一般就是说，数据反馈回来的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就是你说看 viewership 或者看用户，我们做任何内容平台知道，可能有一段时间你 viewership 最好是什么？是猫猫狗狗，是 baby， 是那个或者一些花边新闻、明星的新闻，这永远都是一些 easy traffic。但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平台就永远做这些内容？也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去这些总编、主编、producer 们从内容上有个判断。在我们 Newsweek 就是我跟我们的内容团队，尽管我们数据上有一些文章的点击率，或者说哪一类型哪个媒体它的内容，它地方所以就是它是一个数据从底部 bottom up 上来给你提供反馈，但从 top down 上你也必须得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比较人为的，就是人的这个判断，就是战略思考。比如说。我看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我来说，我的合作伙伴某一家主流的报纸，主流的美国的一家大媒体，可能它的点击率并不会特别高，或者是它的 engagement 会不会特别，但是我必须得他在我的平台上占一席之位。这个第一个对我的平台是一个品牌，就是这个大的媒体也跟我站队，也跟我一起。另外一个，他的很多用户来到我们这个平台，他首先要看，这个媒体，比如说我不想叫每个，但比如 CNN、Fox 或者什么的 Newsweek， 他在我的媒体上，而且他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对读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al， 说你这个 Newsweek 本身是一个 prestigious 的这个平台，你也有是非常大的媒体。然后从阅读的体验上，用户其实大部分用户也是，我既想看很出名的很好的媒体，但我也想看一些看完之后我也想看一些花边新闻，我也想看一些消遣的，我也想看一些比较 interesting 的。那这时候你内容策略就要去找这些源，找这些内容去，然后去考虑这个 comprehensive， 就要考虑丰富性，你要考虑 diversity， 你要考虑不能说同一类的，比如同一类的你只能比如财经类的，你可能说签2家就够了，你不要签第3家，对，太多你也跑。但是呢，然后去把这个类别，所以一般像我们做我们这种 business 都会有这个 taxonomy， 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容类别怎么细分，然后做分类法，分类法，这个 tagging 就是什么样的 topic 用户喜欢看什么样的 topic， 可能是用户会很多 engagement， 会 share， 会这个 comment， 什么样的 topic 可能是用户会虽然不一定说很多 engagement， 但是对用户的留存 retention 会有非常好的作用。这些我们都有详细的分析，然后相当于一个 bottom up 跟 top down 的一个结合吧。我不知道这样，就是说这个永远是个没有一个100%的方法，都是一个两边碰撞的关系。就是我所以加对这个就
希望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个具体的问题啊，就你刚才讲，因为你经常要去看用户的需求啊，跟用户需求送他信息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媒体是一般来说，我认为媒体是大众媒体，因为如果媒体非常小众的话，你的广告变现实际上是非常不靠谱的，你至少得reach到足够多的人，这一般是大众媒体。但大众媒体呢，就会遇到一个矛盾，就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俗人，就是说精英人群是少数。那么当你想要去获得大多数人的这个流量的时候呢，不可避免的，当你迎合他的内容的时候，这个内容就会有可能会走向非常低俗的一面，就是因为大多数人本身也不都是精英人士，对吧？有的平台还都会搞各种各样的这种骇人听闻的标题啊，这种有一点带一点点这个软色情的这个有点暴露的图片啊，或者是各种不实信息的各种传言谣言啊什么，反而这样的内容很多人看，很多人喜欢点。但是呢，对于平台来说，这是好事吗？就是从内容选择来说，你是怎么来把控这个 bar 的呢？对，这也就涉及到过去十年也经常谈的一个问题，就 clickbait，就是所谓的标题党这个定位不仅仅标题党，就是内容本身都可以非常低俗。内容本身我知道，就是说就标题党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说我说的标题党可能比较过了，就有很多文章它也不完全是标题党，对吧？它的文章也不是说你点进去就被骗了，它可以也是相关，但是他就故意把那个 title 写的很对，这个我其实我们做内容的都很会知道那个技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个，作为一个平台的运营者，我觉得你说100%一点没有，就是纯是很 serious 的，全是轻的，水至清则无鱼，对吧？你完全没有一点娱乐性，没有一点这种diversify 的内容，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元素，就是太严肃，就是没有任何平台你说100%我没有一点这个内容，这是一点。对，我觉得我的频道以后多加一点花边新闻，我不能老是采访 CEO 了。下次要让 Vincent 讲一下你的感情故事，好吧？这个大家很高。好了，继续讲。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呢，平台肯定你也不能放任这种事，你肯定要做非常严格的审核机制，因为一旦比如说10个人里面9个人很喜欢这花边新闻，有1个人特别讨厌，然后去投诉你，或者说公开你这个 reputation 一下子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说你的平台的定位一定要清楚，一定要就是说，如果你是纯走花边新闻的，那也可以，对吧？但是大部分平台，包括现在像 Facebook 也有很庞大的这个内容审核平台，头条据说有超过1/3的这个也是审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就是关系到内容生产这种是很多的，他们要活着，他们要获得这个流量变现的这个红利，他们总是要想办法去测试这种的底线。那我们作为平台的运营者，测试底线是最重要的。对，其实就是要设那条底线在哪里，就是要说你的这个内容对我的平台长远发展是有没有利的。然后呢，我们一定不能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底线要清楚的定义出来。然后呢，把这个 enforcement 要做得很好。这块也是我们 Newsbreak 发展今天一个很重要，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 enforcement 做得更好，一步步把这个团队扩大。但是今天你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任何平台，包括 Google 的 YouTube 也是大量的很好的内容，也有各种的。对吧？这个或者擦边球也好，或者各种内容，但是那也是它这个平台存在的一部分，所以就看这个运营者的策略是什么。我的观点是说不能庸俗，这是第一点，就是不能一定要把握这个底线，不能庸俗，可以有娱乐性，可以有一些稍稍 sensational 一点，就是说但是一定不能庸俗，一定不能怎么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造成那些庸俗内容把那些主流的内容或者说 serious 把它挤掉的，因为它的那个算法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它有时候也没法完全辨别说哪些内容是好，它有时候根据这个 engagement rate 或者点击率来判断，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人的这个输入还是很重要的。对，很有道理，我觉得你刚刚大概讲的这么回事吧？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在有个底线，对吧？这个底线就要明确的告诉你，不能让这个内容上有人猜你的底线在哪，对吧？你要告诉他，比如你不能出现这个，你可以说这个，对吧？但是呢，又不能全是太严肃的话题，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游戏就是电子海洛因，我们不能讲游戏内容，我觉得这个也不太也是有点太过分，就是3号要有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地方。对。好，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要去。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做媒体其实做蛮多年了，从一开始的这个哈佛顿到而且你当时在那个雅虎还做视频，对不对？那从媒体从视频这个行业，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不错的趋势啊？因为就是最近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比较火肯定是短视频了，对吧？TikTok 包括中国的快手、抖音这些是最火的一个热门。我个人觉得呢，视频跟图文有一个一直以来都有个互相，你可以说有竞争。也有互相扶持的这样一个关系，对吧？比如说我们以前在 HubPost 我推那个时候新闻机构比较喜欢，现在还是这样，就是说一篇文章写完之后，在上面加一个视频，一个几分钟的新闻视频。对。加的原因说句实话，有2个原因要加那个视频，一个就是说，视频广告比较赚钱，说句实话，就是因为视频广告的 eCPM 要高，所以大家从营收的角度加视频是有利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很多人现在因为视频的存在，不大愿意去细读那个文章了。就是视频本身是一个 tell story 一个 better way，对不对？我同意。尤其是现在这个快速消费的这个年代啊，就很多，所以记者们其实挺反感视频的，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去读那个看那个视频就不读他的文章了。我觉得长远很难说长远的方向是什么，但是视频的确它是一个有很多时候，比如我在 local， 我再举个例子，我在 local。我们现在不是有自媒体平台嘛？那些自媒体作者的有时候反馈给我们的一个 feedback 就是说，你让我正儿八经写篇文章，这个难度太高了，或者他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或者说觉得有些这个门槛有点太高，他就要不你让我上传一个2分钟视频，那我就拿着手机拍一下，然后我自己再写2句话或者加一段评论，那不也挺好吗？我其实挺同意这一点，就是视频它是一个much better 的这个生产容易，而且就是说比如今天跟你说这种讲故事或者我们挑视频的方式更加直接嘛。但是我觉得视频的长远的发展呢，我自己不是说那么真的有那么厉害，说可以评论这个东西。我自己有几点看法。第一个是，短视频这种垂直视频也好，或者抖音的这种方式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现在业界起码我接触了这个行业里面呢，更想探讨的是一个走这个除了碎片化，还是想这种有点长视频的这个方向，因为毕竟特别是美国市场。因为美国你也知道，电视是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存在。美国直到今天，是吧？可能咱们中国同学有时候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看电视比美国人少很多很多。美国人总的来说他还是习惯了这个美国电视行业非常的发达，所以怎么把这一块的行业的钱也是巨多，所以怎么把这个东西移植到 digital 这个平台上来说，现在能看到的就是叫 OTT 或者说一个点播的这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更加就是这些 series 的或者比较 premium 的这些视频的内容。真正你说现在制作视频最好的还是电视台嘛，但是他们制作成本非常高，对吧？广告价格也很高，怎么样转移到下沉到这些digital 的这些平台上，让用户去有一个我也觉得这些 premium 的视频，你说完全用户不支付这个成本，我觉得 economically 很难走得通。我不知道你知道我，就是说目前这个电视为什么它那么火？因为用户 cable 要付钱，广告的这个也是非常贵的东西，所以它能够支持这些。TV network 能够生产这么好高质量的视频，这一部分视频现在可能有部分就是像 Netflix 就打破了这个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打破这个，但是我觉得还有比如说我做的新闻这一块怎么样转移，现在我没有觉得真正的实现了，就是说当然有各种的平台Cheddar 什么在做，但是我觉得 somehow 这种 premium 的视频会有一个方式让普通的用户去获取，这个 business model 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 business model 不好说，我觉得不是现在的 business model。但我觉得我想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观察的情况就是说，传统媒体在长视频的这个特别新闻方面领域呢，这完全是我个人的 feeling 没有任何数据，就是感觉大家的这个 traction 好像逐渐被自媒体有一些侵蚀。所以以前大家看新闻，大家都看电视新闻 CNN、NBC 什么的，比如现在就比如我个人吧，像我也不怎么看这个主流电视新闻了，我要看新闻我看什么？我是郭杰瑞对吧？郭杰瑞自己做了一个视频。对。那如果这个趋势存在的话，就是大家看新闻也不看这个传统媒体新闻，大家都看自媒体，谁都可以是一个媒体，我也可以是个媒体。我今天拿个麦克风，拿个摄像机，大家看这里是今天关注的新闻，对吧？那这样的话，这种长视频精制作的事情，是不是未来就逐渐就不太好了呢？我个人觉得会有，但是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就是不是那么这个 disruption 不是那么快的，因为我跟你可能都不完全是最 typical 的美国观众，就是美国观众，我们是属于 digital generation， 我们又是中文的，就我很多投资人也是跟我们这样讨论，就是他自己也不再配 cable 了，但是美国有大量的这些观众3亿受众这个。他们对这个 cable 或者说对 TV 的这个依赖，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会他们也会看一些像类似郭姐，他们不看郭姐的，看别的这个网嘛。但是你要他真正放弃说看这些大的这些 cable，因为他们总的来说电视还是一个最主要的新闻获取渠道，一个最主要的还是其实新闻还好了，主要是娱乐，就是说电影、电视剧，然后 premium content，这 premium content， 尤其是 sports 其实 cable 的最大的一个存在的理由，对吧？live 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一块我觉得 digital 的 subscription digital 的 disruption exactly happening，but whether it will happen like 就是真的像中国那么快速实现，我个人的经验是可能有一个比较痛苦的来回的过程，这个怎么样把那个电视里面那么 premium 的内容转移到完全 digital 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说光凭广告 digital 广告来支撑那个内容制作成本。我目前觉得挺困难，因为那个电视制作那个成本是非常贵的，就是比我们现在这种郭杰瑞式的这种成本贵很多的，对吧？但如果你要 premium 的话，那是会走 Netflix 这种套路吗 ？Netflix 这个道路是这样。对，有可能有 subscription 或者说但是比如说 YouTube 的这个传播效率可能比 Netflix 还要强很多吧，对吧？这个非常非常快速，而且非常 real time，对吧？我们以前也
我说不出一个 exactly 一个 vision 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在 internet 的这个视频也，大部分新闻机构里面做视频的都是赔钱的，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做 digital 都是赔，做 digital 是都是赔钱赔得很厉害，因为我自己做过 producer， 我知道制作一个最低成本的，比如一个新闻视频我们当时几万块1个小时是绝对比不了的，这个已经是非常低了，就非常低。就已经我们做到精打细算，然后我们 digital 方式来拍摄，也要做到几万块钱。那你说电视台的肯定是10几万1个小时，所以是这样。那几万块1个小时而且新闻有个特点就是说你没法反复播放嘛，就是说你的生命周期可能就那么几天，对吧？你 capture 那个 advertising 就那么几天，所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我觉得可能稍微有点远了，就是说怎么样去 work。所以现在我们做视频，像就是我们做视频，我们也很谨慎，就是不会说一下子就 double down 到非常非常大的 investment 里面，因为这一块。行业是怎么走的，我们都很有经验，就是这。但是视频总来说，我肯定是非常 bullish， 这个是必然是主要的媒体的这个 consumption 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对，就从美国角度来说，我听你讲，就第一，自媒体的生产的话，其实视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进行生产，因为它对质量要求不是很高，像你说的，一个录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 premium content， 视频的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如果是高质量的新闻或者是娱乐节目的话，这个现在来看，在美国还是大部分的存在于这种你要付费的电视的这个频道里面，或者有一些转到 Netflix 上面。但这个趋势呢，你觉得可能会存在，慢慢逐渐数字化，但是这个可能会很长时间，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阶段。你们做 C level 的话，有没有很多中国人在这边在美国做 C level？ 然后他们你们互相之间有接触吗？有自己的社区吗？如果纯粹是在美国的，我可以说不多，真的，尤其我这个行业特别少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是1001个，但是可能是很少。做到比较senior level，我们肯定有些社区啊，有些这个中国人的话，肯定比较最 easy 就用微信群这样一个方式来沟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像硅谷的领导群啊，或者说在媒体我有一个小圈子，也有一些就是中国人，也有一些不完全中国人嘛，就是大家有一些交流沟通交流。但是现在我觉得也是国内跟中国跟美国也是其实这个联系的很紧密了，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我倒是在蛮不少的这些所谓的 C level 的也好，或者做叫做比较做 leadership 的这些群，跟国内的公司也有交流，大家对中美之间的这个市场，他们肯定也比较感兴趣，美国市场对吧？经常找我们合作，我也很感兴趣中国的市场或者人才，这个是我觉得这社区这一点上我是挺佩服这个微信的，微信这个工具还是真的是好厉害从这个社交的角度上是非常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痛点，对吧？能够很快速的把人家连接起来。我也去参加一些 forum 嘛，就是在没有 COVID 之前去一些 leadership 的 forum 啊，这个美国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行业的聚会啊。我以前做的比较多是那个行业数据分析，或者说媒体业界的这些分析因为媒体我做的那块主要是新闻了，其实更大那一块是娱乐类的那个媒体嘛，就是那一块其实中国人不多，中国人真的很少，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文化的方面的东西，但是C level 或者 leadership 层面的交流，我觉得还是很多的。这个其实只是大家不会放到非常明面上，或者说是非常非常公开的这个情况下，其实私下交流还是很多的。挺好。好，那我还有跟你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有任何的一个人生的心法，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来进行这个分享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感悟，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的 insight 跟大家分享？我谈不上有什么心法了，这个我只是把一些个人的经历 share 一下。我觉得2点，我想给大家只是结合我个人的经历。一个就是我一直说的这个，我还是蛮欣赏或佩服这个乔帮主说的那句话嘛，就是说有 connect the dots， 就是但是呢，你只能 connect the dots in the backward， 就是说你somehow 你不能想象将来你现在就把一个种子想着将来能 connect， 这个其实很难的。对，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是you don't know，这个就美国经常说的，我觉得有一点多，你不要试图去 plan 任何事情，但是你要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就是说你我自己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想做些事情，做些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你现在做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感觉上是对的，那你就做。将来3炮就是能 connect 起来，但是也会就是说也不用太过强求，就是说你就有一些电影的台词，我自己印象就是那个沈佳宜不说嘛，人生做了很多事情，其实到最后也是徒劳无功的，对吧？这一块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想起自己读书啊，读 MBA 啊，以前工作经历，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你都是会有结果的。那这个就说还是要 relax， 就是人的这个怎么说？我自己的哲学就是说，还是要做。你既然经历过了，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了，成不成，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要去太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尤其结合这几期的谈论，我觉得大家在中国，我们中国同胞们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活工作，我还是想鼓励大家一下，就是说不要把一些职场上或者工作上的困难想得太困难，其实也没那么困难。就是我觉得
你就是你有时候蔑视他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啊，语言上的差异啊，中国人在美国究竟能不能成功啊？其实你问现在比较成功的几位，对吧？这个都已经功成名就的。其实我也认识他们几个，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就是你路总是一步步走出来，事情总是一件件做出来，你只要做好自己事情，就somehow你总是有机会的。对，所以有时候我会建议一些比较年轻一些小伙伴们跟我讨论的时候，我也说你不要想的那么困难，总是强调这个脸部失灵啊，或者说是不是有人专门针对你？你说你这些东西你在哪里都一样，其实不用想的那么复杂，把自己忘记这些客观的东西，把自己的主观的东西发挥出来。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我们的特点跟我们优点还是值得在美国这个土地上去尽可能的发挥的。这个能够只要把自己优点发挥出来，我觉得还是会有机会成功的。我们每次节目呢，我们都邀请嘉宾来跟我们做分享。其实呢，我们也觉得我们很感谢嘉宾，所以每次我们都会给嘉宾一个机会，就嘉宾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包括我们的观众可以帮到你的地方，都希望给嘉宾有一个这么一个空间吧。所以我不知道Vincent你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呢？我有点担心有2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的Newsbreak肯定我很希望能够广结这个朋友缘，然后我希望就是有志于在创业公司闯一片天的这个招聘，尤其我们在产品经理这个层面，我们非常渴望的要招聘一批这个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志向的这个资深的产品经理来加盟我们尤其是我自己管的这个媒体端的这些项目现在一直以来其实是虽然我肯定不如那个 Big Joe 那么我也自己兼任产品经理很多时候，你是 CEO 但是对啊，就我就说我如果大家觉得做创业公司有这个激情想试一把，然后呢可以跟我联系，跟我们团队联系，这个我们是非常渴望各路的资深人才华人也好，不是华人也好，都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个人还是很enjoy 这个就是这个不是一个需求，就是我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大家不管在事业上，不管我现在人在湾区了，我现在纽约很久，所以呢，我自己以后可能还是希望在有点类似于教育，或者如果能够像大舅那么厉害，能够开自己频道，或者说我肯定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精力了现在，但是我希望就是将来咱们可以讨论一些事业上，所以就是说也是个人的一个期望，就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能够跟大家多交流。我以前做过一些教育培育，那这样的话，你觉得大家如果对你不管是对你公司有兴趣，还想跟你认识结识的话，应该怎么联系你呢？你是不是你要留一个什么样的联系方式？我直接把微信公开不大好，可能大家其实去LinkedIn 上一搜我名字，估计就能搜到了你建议大家去 LinkedIn 上搜你名字是吧？LinkedIn 上搜我一下，然后留个言就可以了。对，好的，那不管是找工作还是交朋友，都在 LinkedIn 上找 Vincent 就可以了。好，对，我 LinkedIn 的挺多的。好，没问题。好的，那我们呢这个为期3期的这样一个采访的节目呢，就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我觉得特别有收获，至少我本人确实是学到了非常多。没有想到，就当年在我申请 MBA 的时候，看到那个著名的帖子的这个作者，现在他就是在又回来到湾区，就到我们面前，然后呢，已经成长成为了一个3家公司的 CEO，也算是蛮有缘分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首先要感谢 Chase 论坛的，但是也要感谢就是这个 Vincent 这么多年自己不断的自我奋斗，不断自我激励。那从一个就是一个塔克的 MBA 呢，现在成长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同样是分享给我们这么多人的他的一些人心路历程和心法。那非常的感谢他。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记得跟我们点赞，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哔哩哔哩能够3连，那就更好了，这样可以帮助这个算法能够推荐更多的人来看我们的节目。希望呢你们也能够订阅我们的节目，这样就不会错过了。记得怎么样点亮小铃铛。我们最近也有我们的这个观众群，那么请扫码，在我们屏幕上会有一个这个2维码，那么扫这位同学他会拉你进我们观众群。我们在观众群里呢会时不时的有各种各样的分享的这个节目在里面，所以呢请不要错过我们的分享。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到这个地方，然后非常感谢 Vincent 3期的分享。Vincent 最后跟大家说2句吧。感谢大舅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该说的全都说完了，就希望大家尽快结束这个疫情的这个困扰，我们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模式吧。现在也的确是大家家待的挺久了，大家都有点什么吧，希望大家坚持住，我觉得应该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大家挺好的，行，好，就先这样了。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Vincent，谢谢大家，拜拜。